20军133师一团谢团长来了，他们刚刚收复了顿悟寺。川军。报告长官，133师一团前来报道。辛苦，辛苦了！没想到啊，没想到你们一上来就封住了顿悟寺。好，我给你们请功。长官，这是我们该做的。哎呀，
开战2个月了，鬼子的飞机大炮从来没有歇息过，他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手下虽说个个都不是孬种，但是面对一片片的尸体，我的心里不好受啊。来，你看，这就是我们防守的中段。这是刘行，这是陈家行，这是大厂，这个就是顿悟寺。我们只有4个支点，丢掉1个的话，全军覆没。我们对面日本军队的番号呢，目前掌握的情况有第3师团、第9师团、13师团，还有通报上说过还有个101师团，不过没有最后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日军的所有大部队的重武器全部都在咱们这边，目的很明确，他们想攻其一点，殃及全部。所以说，顿悟寺是重中之重。对于鬼子来说，必攻；对于咱们来说，必守。长官放心，咱们1团就定在了顿悟寺。好，好好休息，构筑好工事，鬼子不会给你们很多休息时间的。要是歇着，咱们就不来这儿了。不过，不能轻敌呀，可不像你们过去那样小打小闹的，要做好死人的准备。长官，咱们穿军出川，就是为国拼命的，怕死就不来这儿了。教官，顿悟寺。私は君の説明を待っているのだ。藤田中佐。旅団長殿、我が大隊がドゥーンスを攻め落とした後、すぐに第一第二中隊が逃げたシナ軍を追撃しましたが、しかし途中でシナの精鋭部隊の反撃に遭いました。何？シナの精鋭？そうであります。敵の兵力は少なくとも1個旅団ありました。それに大隊が作戦を開始して今日でもう10日経っておりますが、未だ補充を受けておりません。全大隊の兵は400人余りで、形勢不利のためドゥーンスを諦め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閣下、失礼いたします。藤田君、どんな理由があろうとなかろうと戦場での失態は許さぬ。これをご覧ください。これは手榴弾のかけらです。シナ人が農具に使う鉄で、爆発しても大した威力にはならないはずです。藤田君、聞くが蒋介石は精鋭部隊に対しこのような手榴弾を配備すると思うか？それに医療室に行きましたが、負傷兵のほとんどが刀による怪我でした。彼らに聞くと、君たちを襲った部隊は機関銃もいくつも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藤田君、
君とやり合ったのはシノの部隊ではなく、地元政府が集めた雑多な軍に過ぎない。言い換えればただの烏合の衆だということだ。藤田君、君に問う。軍人の責務は何だ。天皇陛下に対し忠誠を誓い、帝国の利益を守ることであります。もっと大きな声で。天皇陛下に忠誠を誓い、帝国の利益を守ることであります。ならば君の代わりに戦場で戦えることを祈る。弟兄们，弟兄们，都他娘的打得不错！现在听我的命令，我命令，开饭！战场的川军将士被这密集的炮火炸懵了，他们不曾经历过这样的炮击。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让人无处躲藏。他们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大哥！你他娘的不要命了啊！大哥没了。 我大伯就他一个。藤田君、始めろ。
に旅団長に連絡だ。我が大隊がドゥーンスを攻め落としたとな。はい。激しい。面白い。長官、藤田軍、私はすでに君に2度目の機会を与えた。なのに連れて行け。はい。ちょっと待て。長官、藤田君のために一言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橋本君、君は派遣司令部から監督に来た人間。はい。だが我々旅団のことに口を出すべき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か。長官の指揮には干渉はいたしません。私はただ藤田君のために話すだけです。いいともよ。シナにはこのようなことわざがあります。
大勢のアリが象を噛み殺す。さらにある時には鳥を殺すのにも大灘が必要です。では長官、失礼します。长官好。杨联络官，敦武寺情况怎么样啊？报告长官，敌我兵力比3比1，火力比30比1。日军的士兵小学文化，川军基本上都是文盲，所以这个仗很难打。敦武寺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仗确实难打呀。要不是川军的那些弟兄们在那儿盯着的话，恐怕早就全军覆没了。能够用手榴弹和大刀片子和日本人保持拉锯之势，这也不光靠勇敢，战术上也有过人之处，啊，怎么了？有异议啊？是长官，靠着这样的战术，打赢1、2场战斗可以，想打赢这场战争绝对没有可能。你说对了，老子现在想的就是打赢这场仗。打赢战争，那是委员长的事。是长官。总结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你马上到团部去，记住，我给你48个小时，2天以后要你的报告。是长官。去吧。等等，你找一个助手，随便挑吧。怎么了？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一叫你们到前面去，就怂了，拉稀了？长官，我去。你？杨联络官，我叫葛薇，我回去收拾一下就跟你走。再见，长官。去吧。别动！进冲！报国！我说好好的人怎么说鬼话？你好好的人，为什么披狗皮呀？长官，长官，误会误会，我们有任务。什么任务？姓名、军衔、职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营长，杨参谋，这怎么回事？这位是指挥部派来的葛长官，他看见有2个人穿着日军军服，解释一下吧。误会，误会。杨参谋，葛长官，团部请。干你的事去。出门就碰上这种事儿，真他娘的晦气。不管你执行什么任务，最好不要和叛变通敌有关。别理他们，行。
我去你的！妈的，小日不能！快动开！老廖是好样的，老廖不会白死。无谓的死，一点用都没有。你说啥？的确没什么用。去你妈！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打架？自己看看。张康，你自己看看啊！你但凡有脑子，应该自己想一想。小鬼子往上海派了30多万人，怎么可能只有1个炮兵上这气球？你打了他1个，他有10个等着你呢，10个，啊！还在干什么？准备放弃，准备战斗！都他妈等死的！趴下，趴下！兄弟，我给你弄块好点儿。前方阵地实在守不住了，守不住也得给我守，就剩下1个人，给我战死战场上，快滚！是。喂，我给你1小时，1小时要上不来，老子枪毙了你！这仗打得根本就不对，集中最优势的兵力和火力，选择一点突破出来，这是最起码的战争规则。现在整个全打反了，无论是我们还是日军，都打成添油战术。你说的最起码的战争规律是谁定的？克劳斯维茨的战争理论。杨连楼官，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呢。你什么意思？堂堂广安杨家的弟子，柏林陆大的高材生，居然把自己送到前线当炮灰，了不起！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像你这种世家弟子，处里面的档案有厚厚2大摞。你就是盯着我也是白费心机。恐怕你那位在前线当司令的叔叔不这么想。他把你送到这儿来，不就是让你镀金吗？如果他知道你在前线当炮灰，岂不是要气得暴跳如雷了？我说你一介女优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我当然得来。川军这种地方部队是领袖最不放心的地方，我必须得来。你这话什么意思？华北的宋某人，山东的韩某人，他们在打什么主意？
你不会不知道吧？川军数十万兄弟，有这样打算的人，恐怕这些人也不在少数吧。葛威，我告诉你，宋某人怎么想，韩某人怎么想，我不在乎。但是川军将士，没有一人有你这种想法。走吧。先头到达淞沪前线的20军和43军，在陈家行、顿悟寺和大场一线打得非常顽强。陈家行和顿悟寺几度失守，都被我军收复。东线的川军最先接敌。他们用最劣质的武器对付拥有海空优势的日军，打出了我们四川人的血性，给我们四川人争了光。姚队，北线的22集团军先头部队刚刚到达西安，西安行营没有按照军委的部署，不但没有给我们部队补给，反而把我们规划到了2战区。转到了山西，我们集中作战的计划完全被他们打乱了。军委会不是确定先到洛阳、许昌集中，组建第7战区吗？怎么又朝令夕改了？蒋委员长不通过战区和集团军，直接面对底下的部队发号施令，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东路方面的23军同样也被老蒋越级指挥给划到了1战区，调到了上海和南京。看来委员长这是有意为之啊！全乱套了，我看得赶紧收拢前线的部队了。靖康、德操，你们2个马上赶到西安，先找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争取补给，然后赶到山西，把所有的前线部队尽可能的结合到一起，统一指挥。是。连长，6天了，弟兄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这援兵到底啥时候才能上来啊？这么大个战场，全线吃紧，到处都在要人，恐怕咱们还得多熬几天。王营长，王营长，团长有令，应立刻返回营地。出什么事了？阵地丢了，兄弟们全都死了，全营都有，返回阵地。快，团长！大佐殿、昨べのこと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礼はいらんよ。公平なことを言ったまでだ。わらじを履いています。第20軍川軍。川軍？四川からですか？わらじで数千里も歩いてきたのですか？そうだ。わらじを履いて数千里を歩いてきたんだ。帝国陸軍大の時に先輩から聞いたことがある。信濃地方部隊の装備はひどいらしい。現地政府の目には
彼らは我らの戦国時代の最下層の武士のように命は取るに足らない。しかしこんな奴らに6日も遮られるとはな。じゃあ危ない！藤田君、藤田君、良平はどこだ？すぐ！報告！自然軍が攻めてきました。くそ！命令だ！引け！はい。带着这弟兄去前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去后面干掉他。三元，快！待て。国兵衛。橋本君、私は昨晩師団長よりお叱りを受けた。それはドゥースのせいですか？ドゥースに手こずり、師団長は大変ご不満だ。ドゥースを落とすために師団長は我々の旅団に特化連隊を上に回すということだ。私は師団長から聞いたことがある。君は帝国陸軍大学時代有名な秀才だったとか。とりわけ砲兵の運用に関して。今日の戦闘は私に代わって君が砲兵部隊の指揮を取れ。頼むぞ。はい。長官に感謝します。必ず責務を果たします。
何连长都阵亡了，全营连带伤的不到100人。全团集合。是。现在点名。一营，一连长张克。连长，扶我一把。二营，报告。二营已经全体阵亡了。三营，所有活的都给我站起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弟兄们，咱们从川里出来的几个师，那是家家都在打硬仗，没有哪个心里软蛋的。光是团长就死了好几个，就连咱们杨师长都受了重伤。军里手枪连呢，今天上午就顶上去了。咱们不要指望有人来增援了。我们是第5次从小鬼子手里夺下东四的阵地，我们死了好几百个弟兄，哪怕剩下1个人，也要给我死死的钉在东四。进入阵地吧。是。报告，邓孙2位长官到达太原以后，部队的装备并没有补给，而是直接支援到娘子关。进入战区以后，部队顶上了前线，就失去了联系。马上给德操打电话。副官，当务之急是收拢到达前线的部队啊，保持好建制，争取补给。以川军目前的情况，怎么能打呢？简直就是羊入虎口啊！我们现在像讨口子一样求人。靖康和德操就差给人下跪了，结果得到什么了？20挺机枪，简直就是在打发叫花子。军委现在是靠不住了，严老西那儿也没指望，看来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后续北上的部队是不是再缓一缓，看看军委会的态度，先把装备的事情落实了再说。不能缓，该上就得上。一旦接敌，前线会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兵力，现在抓紧新兵的训练，按计划出发，抓紧时间督查出川部队的训练情况。好，我马上去安排。要根据实战需要，定制一些短而精的训练计划。东北部现在也急需补充，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了。没事吧？没事吧？援军什么时候到？昨天电报上说已经过了嘉兴，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到达战区。哎，这帮广西军为什么这么折腾？他们也难，汽车都配属给中央军了，100多公里，靠脚板子走，强行军也要2天呐。可是当年北伐，他们可是号称钢军呐。钢军不也是肉身子吗？没有军援，没有给养，你说？连战场上的插袋都没了，我怎么带这个兵啊？啊，怎么打这个仗？后勤运输，这什么后勤运输？啊，老子想啃杀戒了！
我们粮食呢？我们弹药呢？发光了，你们等下一批吧。没粮食，进什么吃什么？我们拿什么打鬼子？那是你们长官的事儿，我只是个跑腿的，这些我可管不了。哎，你干嘛？枪毙！冷静，冷静。啊，威风啊！毙了老子！来啊！老子是中央军。那个川耗子敢毙我中央军啊！我给你10个胆子！你来啊！毙我呀！叫什么名字？刘长佑。你们的长官是焦旭？是的。回去告诉他，刘长佑中尉已被特务处军法科葛威上尉当场击毙。这里所需的物资，请于下午6点前必须送到。晚1分钟，上面自会有人要他脑袋。走吧。报告写完了。啊，写完了。写了这么多，文笔好，写下来就停不住了。没有人有心情和时间看你这长篇大论。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不善于总结跟学习的民族。咱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却没有积累什么经验。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这一点上，敌人做的要比我们好很多。杨联络官，你知不知道，就凭你刚才这句话，已经可以定性为叛徒了。咱们的民族还不够成熟，我们嘴上每天可以把敌人杀死100次，但永远不愿意正视他们的优点。好像是把敌人说的不堪一击，他们就真的不堪一击了。你不觉得这种理论有点扯淡吗？什么时候走？现在，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吧。我先不走了。你不走了？后勤处那些王八蛋看人下菜，我得等粮食和弹药到了再走。军委会特务处，好大的牌子。那个当兵的好像确实该死，但论行为好像够不上叛国吧，最多只能算是贻误战机。我管不了什么贻误战机，我只管制裁叛徒。所以你就……所以我就毙了他，他就是叛徒。你还真是不讲道理。战争中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作为军人，葛维当然知道战争的残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残酷著称训练出来的军事特工，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这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所以我来了。哎，我叫葛威，军委会督察上尉，不叫爱。等等。一会儿要打炮了，我人手挤，没人照顾你，自己小心点儿。给我快点儿！快点儿！司令，开！打到这里！
还有活着的没有？你流血了，别动，别动，别动！活着的，能喘气儿的，抓紧胸部攻势！哎，别叫俺，老子叫张康。谢谢。抓紧了，胸部攻势！大砲部隊に伝えろ。はい。快掩蔽！快让他们隐蔽！快！
撃を終えて突撃するまでに6分もかかったとは遅すぎる。川军133师1团1营3连5班班长周喜贵，
向友军移交阵地。贵军8413团副团长罗新根奉命前来接防。川军兄弟们，你们辛苦了！罗团长，我们一个团开进动物寺，就剩下这几个弟兄了。我们把谢团长和弟兄们用命换来的阵地交给你们了。第一支赶到淞沪战场的川军，在顿悟寺一线与日军苦战7昼夜，伤亡7000多人，团以下军官几乎全部战死。什么事了？上峰命令撤出顿悟寺阵地。谁下的命令？不知道，这是军令。你们不能走，这里还有活人呢。这儿没活人了，姑娘。长官，撤吧，小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